机载火箭弹又称航空火箭弹，是一种设计用于从飞机上发射的武器，广泛应用于攻击空中、地面或海上目标。与传统的航空机炮相比，航空火箭弹的体积虽然较小，通常会受到飞机体积和速度的限制，但在设计上采用了流线型的发射器和高效的火箭推进系统，依然能够保持强大的打击威力。航空火箭弹不仅具有较远的射程和更大的口径，还能够携带更强的弹头，适用于各种战术需求，成为现代空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火箭弹通常挂载在飞机的机翼或机身下方，并通过火箭发动机推进。发射时无需借助航空机炮的连发方式，通常一次发射会达到更远的距离和更强的威力。现代空战中，航空火箭弹在对地攻击、对海打击，甚至空中打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敌方的装甲目标、人员、建筑物等静态目标的打击效果显著。举例来说，九头蛇70系列航空火箭弹便是一款经典的无制导空对地火箭弹。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使用，该系列火箭弹不仅被台湾的阿帕奇直升机广泛使用，还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空军和陆军所采用，尤其是在近距离支援和反坦克作战中表现优异。九头蛇70火箭弹的核心部件是 M66 火箭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最初由美军在2战后开发，旨在统一海军和空军的航空火箭弹规格。M66 发动机通过其出色的设计，使得九头蛇70可以适配不同的飞机平台，包括固定翼飞机和武装直升机，成为一个多平台、多用途的武器系统。66克瓦查火箭发动机继承了先前40克瓦查 K40空射火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通过改良推进要柱和优化燃烧配方，使得燃烧能量得到了大幅提升，延长了燃烧时间，从而使得射程比前代型号提高了接近1倍。66克瓦查的全长为 1.06米，重量为 6.2公斤。虽然相对较轻，但由于其先进的设计，依然具备强大的威力。尾翼设计的优化，使得其飞行稳定性大大提升。这些改进不仅增加了射程，也使得火箭的精确度得到了增强。66克瓦查火箭发动机的尾翼设计尤其独特，采用了涡卷型尾翼。这种尾翼结构在发射管内是折叠的，一旦火箭发射，尾翼会自动展开，并在飞行过程中借助自旋来保持飞行的稳定性。具体来说，火箭在发射后的旋转速度从每秒10转加速至每秒35转，这种高速旋转能够显著提高弹道稳定性，确保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精准的轨迹，减少外界因素对飞行路径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尾翼的稳定性，火箭的喷嘴角度经过特别设计，确保火箭飞行时产生微小的旋转力，以确保精度和稳定性。在射程方面，九头蛇70的火箭弹射程依据不同的战斗部和发射平台配置而有所不同，一般射程范围在500米至8000米之间。在理想条件下，火箭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500米，足以进行较远距离的攻击，尤其适用于对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打击。火箭弹的有效射程和精度使其在空中打击中具备强大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在攻击敌方固定目标、重要设施、地面兵力及海上目标时，能够提供精确、高效的支援。在现代空战中，航空火箭弹作为一种高效、多功能的武器，极大地扩展了飞机的作战范围与能力。与其他类型的空对地武器相比，航空火箭弹的优势在于其较长的射程和强大的打击能力。它不仅能击中静止目标，诸如敌方阵地、掩体、装甲车辆和建筑物等，还能够对敌方海上目标进行有效打击。尤其是反舰作战中，火箭弹的高效性和精准性使其成为一种常见的打击武器。总的来说，航空火箭弹不仅是现代空战中对地攻击和对海打击的重要武器，其在近距离支援、反坦克作战以及空中拦截等多方面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航空火箭弹将在更高的射程、更强的打击力以及更智能的引导系统方面进行提升，继续在现代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66克瓦查火箭发动机已经发展出了多个衍生型号，以满足不同使用需求的变化和技术进步。最初的型号是 MK6680，主要由美国陆军使用。
随后改进出了 Mk66M1这一版本，作为衍生型，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海军和空军的使用中。Mk66M1被进一步演化为 Mk66M2，它具备了更强的抗电磁波辐射能力，以确保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安全。紧接着，基于 M1型号，美国陆军又推出了 Mk66立方米型。这款型号在设计上更加注重性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之后 ，Mk66 Mod 4和 Mod 5又分别对推进系统进行了优化，减少了废气排放，并改善了快速发射时推进剂的释放效果。最后 ，Mk66Y6 型则是专门为减少重复发射时产生的气体扰动而设计，主要被用于阿帕奇直升机等平台上。至今，九头蛇70系列已经衍生出了多达10种不同型号，涵盖了制导型与非制导型、作战型与训练型等多个版本。非制导型的射程一般为1到6公里，而制导型火箭则采用了半主动激光制导技术，射程通常为1.5到5公里。这些火箭弹还配备了多达20种不同类型的战斗部，如高爆白磷集束炸弹、高爆反坦克照明弹、烟雾弹等。此外，还包括12种不同类型的弹头和延时引爆引信，以应对不同作战场景下的需求。回顾历史，在海湾战争期间，九头蛇70的非制导版本由于命中精度较低，无法有效打击特定目标，迫使美军不得不依赖价格昂贵的海尔法反坦克导弹。这些导弹的单价超过5万美元，使得在打击非坦克目标时显得不经济。而在随后的巴拿马、索马里和海地的军事行动中，非制导火箭弹的缺陷暴露无遗，尤其在城市作战环境中，广泛的附带损伤往往导致误伤的发生。因此，美国陆军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升级计划，旨在通过为九头蛇70非制导火箭弹加装制导组件，从而提高其精准度。虽然九头蛇70最初设计为无制导火箭弹，但通过为其加装先进的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制导组件，便可以将其转化为一种激光制导的火箭弹。这种系统的开发采用了现有的硬件基础，因此无需对发射平台进行额外的整合，或对空勤和地勤人员进行再培训。ACOS 的制导组件安装在九头蛇70火箭弹的中部，不影响原有的弹头引信和火箭发动机，进而大幅提高了火箭弹的打击精度。经过升级后的九头蛇70火箭弹，其平均命中精度已经达到指定激光点0.75米以内，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要求的2米精度标准，显示出其在精确打击方面的卓越表现。这种改进使得九头蛇70的作战效能得到显著提升，使其能够在更广泛的战术场景中得到应用，尤其是在现代城市战、反恐作战以及对地攻击任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配备九头蛇70火箭弹的战机和直升机，包括美国陆军的 O-58D 侦察直升机、A-64D 攻击直升机，甚至海军陆战队的 AH-1 眼镜蛇系列直升机，都能够依靠这种武器系统，为地面部队提供精确的火力支持，并在多种复杂环境中完成任务。美国陆军已经提出继续改进九头蛇70航空火箭弹的需求，涵盖了制导型和非制导型的多项升级，并将这些工作纳入了 TOS 计划的框架中。根据最新的报告，美国国防部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34.2亿美元的合同，委托该公司生产九头蛇70航空火箭弹。这项合同于2020年5月29日宣布，涉及到这款70毫米口径火箭弹的生产和工程图，合同执行期将持续到2026年9月30日。虽然美国国防部没有透露具体的生产数量，但这一合同显然反映出美国军方对九头蛇70火箭弹未来潜力的高度认可和期待。虽然九头蛇70已经服役了数十年，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简单的非制导武器系统，它的采购费用超过30亿美元，似乎有些高昂。但根据以往的合同情况，这个新合约可能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枚火箭弹的生产。OQ 项目仍会继续使用九头蛇70的 N66发动机、各种高爆弹头以及弹间引爆引信，射程和九头蛇70类似，但在最大射程下的原概率偏差将得到显著缩小。尽管 ACOS 系统的成本比九头蛇70高出7至9倍，但与海尔法反坦克导弹相比，其成本依然低得多，因此仍然是一种
经济且有效的武器选择。美国陆军的目标是通过这项计划填补九头蛇70与海尔法反坦克导弹之间的空白，提供一种小型、低成本且精准的武器，以支持未来的空对地打击任务。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在为九头蛇70火箭弹进行改造，推出了低成本制导成像火箭弹。这一新型武器与传统的半主动激光制导不同，这款新型火箭弹采用了红外成像导引头，为中段和末段提供制导，使其具备了发射后不管能力。这种改进尤其适合应对由多艘小型舰艇组成的蜂群攻击。美国海军认为，蜂群式攻击可能成为未来海战中最为棘手的威胁，因此决定开发这款新型火箭弹。按照计划，这款新型火箭弹将于2006年开始装备，主要搭载平台包括 S-60海鹰、AH-1超级眼镜蛇等直升机，以及 RQ-8战术无人机等。这些平台将能够一次携带多枚火箭弹，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至今，九头蛇70火箭弹已经被多个国家广泛采用，包括美国、英国、泰国、巴林酋、日本、菲律宾等21个国家和地区。台湾也从美国购买了九头蛇70火箭弹，并将其装备在O-5-8D 侦察直升机和 A-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九头蛇70火箭弹能够广泛应用，得益于其出色的性价比，其单枚火箭弹的成本仅为$1000。美军更是为此火箭弹建立了高达30万枚的库存，其战斗能力不容小觑，能够在多种战术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